仙女座星系在重新塑造我们对宇宙无限广阔之谜及我们自身在这浩瀚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理解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我们的银河系的最近邻居，仙女座星系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可见光宇宙中，估计存在约1000亿个星系。这一发现强有力地证明了宇宙的构造及其创造并不是围绕地球旋转的。这一认识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相信的观念，即银河系是宇宙中唯一的星系，从而揭示了我们仅仅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我们对仙女座星系的了解主要依靠地面观测积累而成。然而，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这样的先进工具的使用，我们对宇宙的认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新从韦伯望远镜获得的数据，令人惊叹地颠覆了我们对仙女座星系以及宇宙的理解，呈现出另一层次的宇宙之谜等待我们解答。令整个科学界震惊的是，韦伯望远镜成功接收到来自我们的宇宙邻居仙女座星系的信号，这不仅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宇宙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银河系的形象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由我们对宇宙不断深化的理解所塑造的。在过去，当技术手段有限时，银河系在夜空中呈现为一条朦胧的光带，激发了无数的解释和神话。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尤其是望远镜技术的发展和像伽利略这样的天文学家的贡献，我们开始认识到银河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天体，它在不同文化中经常被视为宇宙学信仰的神秘和核心元素。我们对银河系的这种深入理解，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自身在今天宇宙中位置的看法。得益于现代望远镜技术和天文学的研究，我们对银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一个含有数十亿颗恒星的巨大棒旋星系，包括我们的太阳。19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利用威尔逊山天文台的100英寸胡克望远镜做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发现。哈勃观测到了远处的星云，这些天体实际上并不属于我们的银河系。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当时的天文学理论，也为我们理解宇宙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银河系是完全独立的星系，每个星系都包含数十亿颗恒星，其中最接近的星系之一是仙女座星系，也称为 M31， 以其丰富的观测历史脱颖而出，其观测记录可追溯至数个世纪之前。最早的已知记录之一可回溯至10世纪，那时波斯天文学家阿卜杜勒·苏菲将其描述为一小片云。凭借其卓越的观察力，即使在没有任何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苏菲也能够识别出这个遥远的宇宙实体。直至1612年，西蒙·马里乌斯利用望远镜进行了对仙女座星系的详尽描述，为后来的天文学家研究这个庞大宇宙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764年，著名法国天文学家梅西耶在其著名的梅西耶星表中，将仙女座星系列为 M31， 并错误地将其发现归功于马里乌斯。尽管如此，梅西耶对仙女座星系的观测近100年来在将其置于天文地图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全球的天文学家都致力于揭开这个星系的秘密，纷纷贡献了最新的发现。在17世纪初，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使用他新开发的望远镜，彻底颠覆了我们对银河系的认识。通过他的革命性观测，挑战了当时流行的天文学观念。1750年，英国天文学家赖特在其著作中提出了银河系不是太空中随机分布的恒星，而是一个完全平坦的恒星层的新假设。
他的理论为我们理解银河系的结构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受到了当时观测技术的限制。1864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金斯对仙女座星系进行了开创性的光谱观测，发现其与典型的气态星云不同，为揭示仙女座星系的真实本质铺平了道路。这些观测的累积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仙女座星系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整个宇宙结构的认识。仙女座星系以其质量估计高达太阳质量的1到2万亿倍，站立在宇宙之中，作为一个庞大的结构。位于我们相对较近的宇宙领域，仙女座星系拥有约100亿年的悠久历史，这一点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标志着其古老的存在。一个引人入胜的假设是，仙女座星系可能是由几个较小的原始星系通过合并形成的，展示了引力如何在数十亿年的时间跨度内塑造出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个宏伟星系。星系合并在宇宙中是一个常见而又关键的过程，它不仅影响星系的生长，还决定了其最终结构。长时间以来，天文学家曾认为仙女座星系远大于我们自己的银河系，这种观点部分源于1700年代和1800年代观测技术的限制。然而，近期的研究挑战了这些早期的观点，新的发现导致科学家们对仙女座星系的质量估计有所减少，同时增加了对我们银河系质量的评估。这表明，这两个宇宙巨人的质量比之前认为的更为接近。如果从仙女座星系观察地球，我们会发现一个同样巨大的星系，这反映了银河系本身的庞大规模。尽管如此，关于仙女座星系的物理尺寸，天文学家们达成了共识，它比我们的银河系要大，其直径约为22万光年，远超过银河系10万至17万5千光年的估计直径。这使仙女座星系成为一个在宇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星系。这个修正后的视角还强调了精确测量仙女座星系中心星系质量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尤其是当考虑到超大质量黑洞对其周围恒星的巨大引力作用。这些恒星沿着椭圆轨道绕黑洞运行，在轨道上靠近黑洞的点称为近日点，处引力最强，可能导致恒星以极高的速度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恒星会聚集并在黑洞周围的空间中变得更加集中，它们以辐射形式释放能量，包括可见光和其他类型的能量，展示了宇宙中这些神秘而又壮观的天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天文学的领域中，仙女座星系的活跃星系核呈现出一幅引人注目的画卷，其核心之光与辐射的增强，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研究超大质量黑洞与周围恒星之间引力动力学和相互作用的珍贵线索。让我们深入了解活跃星系核的概念。位于星系中心的这一高能区域以无线电波中的各种波长强烈辐射至 X 射线而著称，其动力源泉于星系中心存在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作为太空中极端密集的区域，将巨大的质量集中在极小的空间内，形成了观察上的亮点。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等先进望远镜对仙女座星系的活跃星系核进行观察时，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凡现象，似乎存在2个辐射亮点，揭示了2个不同区域在光线和其他形式的辐射上的强烈增强。更为明亮的焦点稍微偏离了真正的银河中心，暗示了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其质量估计为 1.1 至 2.3 亿倍太阳质量，展示了其相较于我们太阳的巨大重量。超大质量黑洞在包括我们银河系在内的星系中心非常常见，对星系的演化和动力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物质如气体和恒星
过于接近这些巨大黑洞时，它们会形成吸积盘。这些旋转的物质盘随着温度升高而发出强烈的辐射，这解释了为何天文学家在观察仙女座星系的活跃银河核时，会发现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有一个非常明亮的点。这一现象是黑洞与其周围恒星之间独特引力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仙女座星系还拥有另一个引人入胜的特质，大量的球状星团。这些密集的恒星群似乎围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类似于行星周围旋转的卫星。仙女座星系估计拥有约460颗这样的球状星团，每个星团都包含数十万到数百万颗几乎同时形成的恒星，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其宇宙历史及数十亿年来与较小星系相互作用的宝贵见解。这表明仙女座星系是一个活跃的吞噬者，通过银河同类相识的过程，将较小星系的恒星和其他组件吞并。随着这些较小星系进入仙女座的引力范围，它们被剥夺了恒星和其他组成部分。这些星系的恒星随后成为仙女座恒星种群的一部分，丰富了其多样性。在银河系等螺旋星系中，恒星、球状星团以及来自较小星系的恒星聚集的特性被视为其标志性特征，以其盘状形态和独特的旋臂闻名。这些星系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促进了与较小伴星的相互作用和合并。除了其他引人入目的特质外，最近的观测和分析让天文学家们推测，仙女座星系可能正处于一场引人入胜的变革之中，看似它正从一个典型的螺旋星系演变成一种较为罕见的星系类型——环状星系。这类星系的特点是其圆形或椭圆形的环状结构，由明亮的年轻恒星和蓝色恒星构成，而其中心区域则相对缺乏发光物质，使得环星系在众多星系结构中独树一帜。环星系的光学环现象主要分为3种类型：核环、内环和外环。核环靠近星系中心，而内环和外环位于更远的位置。环星系又被细分为 O 型和 B 型2种。O 型环星系以其中心的核和光滑、规则的环形状著称，而 P 型环星系的核则位于中心偏外，其环形结构通常更为不规则。环星系被认为是宇宙中的稀有宝石，仅大约1/1000的星系被分类为此类。天文学家提出了环星系形成的2种主要机制：一是通过2个或多个星系的碰撞，二是一个较小星系穿过一个较大星系的中心，也能触发环状结构的形成。车轮星系 M2026-424 和 ARP147 都是被认为通过星系碰撞形成的环形星系的例子，展现了宇宙中这些错综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壮观场景。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星系形态和演化过程的理解，而且还揭示了宇宙中极为复杂和动态的本质。当前发生的是一件极为吸引人的天文现象。科学家们指出，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正在进行一场壮观的碰撞和合并过程，预计最终将融合成一个新的超级星系。这一天文事件或新的超级星系因其显著性而被赋予了如银河仙 Milan 或银河女座 Milk-Dromeda 等别致的昵称，已成为全球众所周知的现象。尽管这些昵称颇具趣味，这次天体合并对人类而言意义重大。这场毁灭性的合并将在气体云区域触发恒星形成的爆炸、碰撞与压缩，共同孕育出新的恒星托儿所，成为适宜年轻大质量恒星诞生的地方，令夜空化为一场宇宙光影秀。碰撞及随后的合并将引发星团的冲击波和耀眼的辐射爆发，
夜空将随着新星座和恒星排列的出现而变幻莫测。简而言之，整个天空景观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全新的面貌。随着仙女座星系与银河系的合并，宇宙的巨大力量及恒星、气体和尘埃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引发地球环境的重大变化，可能对全球各地生物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两个星系相互靠近时，可能会导致栖息地变化、生物多样性破坏，甚至局部灭绝。它们巨大的引力会扭曲彼此的形状，造成潮汐相互作用。星系间的尘埃被拉扯，开始重叠，引起广泛的混乱和破坏。但随着星系继续接近，这种混乱并非同时发生，碰撞将引发一个融合过程，其中来自两个星系的恒星、气体云和尘埃云将相互作用并融合，可能在新合并的星系内形成新的星团和结构。在合并过程中，恒星轨道将经历重大变化，导致动态和混乱的环境，一些恒星可能会被抛出新星系。两个星系的中心都拥有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最终将合并，在新星系的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黑洞。这可能导致太阳系扰动，影响地球的气候和天气模式，温度变化、降水和天气事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影响植被和动物栖息地的分布。太阳辐射的变化可能影响植物和动物的基本生理过程，从而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此外，宇宙辐射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地球大气层，包括臭氧层，进而可能影响气候模式和各种物种的生存竞争。这一过程中，大气成分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光合作用和其他维持地球生命的基本过程。一些物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繁衍生息，而另一些物种可能会面临生存困难。资源的竞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为某些物种带来新的生存机会，而其他物种可能无法适应这些变化，导致局部灭绝。栖息地的破坏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干扰动物的迁徙路线和时间，增加生态系统内生物多样性和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将对地球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即便银河系正处于与仙女座星系碰撞的前奏中，这一过程绝非一夜之间可完成的壮举。预计这场宇宙级的碰撞将在大约40亿年后开始，而整个合并过程还需额外的20亿年才能圆满完成。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届时我们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而我们的地球也将迎来自身的巨变，远在星系碰撞启动之前。大约50亿年后，我们的太阳将进入红巨星阶段，最终膨胀至吞没包括地球在内的内卫行星。早在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合并之前，我们的太阳系将不复存在。至于这场合并是否会使新形成的星系成为椭圆星系，或是一个巨大的盘状星系，我们只能待合并实际发生后才能知晓。然而，根据当前观测，合并的结果可能与仙女座星系或银河系当前的盘状结构相似，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银河系结构。这个新的银河环境可能孕育着行星系统，其中行星可能位于宜居带内，存在液态水，这被认为是生命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新银河系结构的稳定性对于生命的繁衍至关重要。恒星间的相互作用和潜在的引力扰动可能会对生命的进化和持续性产生影响，改变行星轨道和环境条件。而星系合并可能引起宇宙辐射和恒星活动的增加，包括超新星爆炸和伽马射线爆发等罕见事件。这些事件
对行星环境的实际影响难以预测。如果新银河系中出现生命，它可能会适应其特定环境的条件，产生与地球上所知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尽管如此，以今天的人类文明和技术，我们将无法在这个全新的银河系中存活。这段漫长的宇宙旅程，不仅是对星系的重塑，也是对生命可能性的探索，让我们对宇宙中生命的脆弱性和适应性有了更深的认识。